道友，人生於世，猶如置身於浩渺無垠的時空畫卷之中，而見天地、見眾生、見自己，則是我們在這幅畫卷中探索前行的關鍵指引，其中蘊含着關乎人生乃至宇宙萬物的深邃道理。見天地，乃是我們開啟智慧之門的第一步。當我們仰望蒼穹，目睹日月星辰的有序運轉，感受着寒來暑往、秋收冬藏的自然節律，方知天地之大，無窮無盡。那廣袤無垠的天空，深不可測的海洋，連綿起伏的山脈，無一不再向我們展示着大自然的雄渾壯闊。與之相比，我們人類不過是滄海一粟，渺小的微不足道。在天地的宏大面前，我們意識到自身的有限。我們的生命如同白驹過隙，短暫而脆弱。然而，正是這種對自身渺小的體悟，讓我們懂得敬畏自然。我們明白，人類並非宇宙的主宰，而是自然的一部分，應當順應自然的規律，與之和諧共生。這種敬畏之心，是對宇宙萬物秩序的尊重，是對生命根源的敬仰。它提醒着我們，在追求進步與發展的道路上，切莫肆意妄為，破壞自然的平衡。因為天地之間有着它既定的法則，違背法則必將受到懲罰。見天地，讓我們從宇宙的宏大視角審視自己的存在，明白我們的命運與天地息息相關。我們在自然的懷抱中孕育成長，汲取着天地的能量與智慧。當我們領悟到這一點，便能以更加謙卑的姿態面對生活，珍惜每一個當下，感恩大自然賦予我們的一切。見眾生，是我們在人生旅程中的重要修行。當我們走進人群，觀察人性百態，會發現每個人都如同獨特的星辰，散發着不同的光芒，展現着各異的性格與行為方式。有的人善良正直，有的人狡黠自私，有的人樂觀豁達，有的人悲觀狹隘。人心難測，常常讓我們感到困惑與無奈。然而，當我們深入了解眾生的生活，就會發現，無論其外在表現如何，每個人都有着自己的困境與掙扎。富者或許在財富的漩渦中迷失自我，為名利所累；貧者則在生活的重壓下艱難求生，為溫飽發愁。智者可能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孤獨前行，飽受質疑；愚者或許因無知而陷入迷茫，四處碰壁。眾生皆有所困，這一認知讓我們對他人多了一份理解與同情。見眾生，使我們明白人類命運的共同體屬性。儘管每個人的生活軌跡各不相同，但我們都在同一片藍天下，共同承受着生命的喜怒哀樂。這種理解與同情，讓我們摒棄了對他人的偏見與歧視，學會以寬容的心態接納他人的不完美。我們不再輕易評判他人，而是嘗試走進他們的內心世界，給予幫助與支持。因為我們深知，在眾生的苦難面前，我們都是平等的，唯有相互扶持，才能共同走過人生的風雨。見自己，是人生最為深刻且艱難的修行。當我們靜下心來，審視自己的內心，會看到那些潛藏在心底的貪嗔癡恨，感受到七情六慾的起伏波動。貪婪使我們對物質過度追求，嗔怒讓我們在情緒的驅使下失去理智，愚癡使我們陷入錯誤的認知與觀念，怨恨則蒙蔽了我們的心靈，讓我們無法釋懷過往的傷害。而七情六慾更是時刻影響着我們的言行舉止，左右着我們的決策與選擇。在真我與本我面前，我們學會敬畏自己內心的力量，因為它既能創造美好的人生，也能引發無盡的痛苦。內心的貪嗔癡恨如同潛藏的暗流，若不加以覺察與修正，將會把我們的生活攪得混亂不堪。同時，我們學會豁達地面對自己的不完美，接納那些曾經令我們羞愧或懊惱的過往。我們明白，每個人都有犯錯的時候，重要的是能夠從錯誤中吸取教訓，不斷成長。我們以寬容的心態對待自己，不再過分苛責，
而是給予自己成長的空間與時間。見自己，讓我們回歸到生命的本質。我們開始反思人生的意義與價值，不再盲目的隨波逐流，而是追尋內心真正的渴望。我們學會與自己和解，放下那些不必要的執念與包袱，以輕鬆自在的狀態面對生活。在這個過程中，我們逐漸發現，真正的幸福並非來自外界的認可與物質的堆砌，而是源於內心的平靜與滿足。從見天地到見眾生，再到見自己，這是一個層層遞進、相互關聯的過程。見天地讓我們認識到宇宙的宏大與自身的渺小，從而懂得敬畏自然。見眾生使我們理解人性的複雜與眾生的困境，進而學會寬容他人。見自己讓我們直面內心的善惡與慾望，最終實現自我的成長與超越。當我們將這三者融會貫通，便會領悟到人生乃至宇宙萬物的宏大邏輯。宇宙是一個有機的整體，天地、眾生與自我相互依存，相互影響。我們在見天地中汲取自然的智慧，在見眾生中領悟人性的真諦，在見自己中實現靈魂的升華。這不僅是個人成長的路徑，更是整個宇宙和諧共生的法則。在這宏大的視角下，我們的人生不再局限於瑣碎的日常與個人的得失，我們以更加廣闊的視野看待生命的起伏，以更加深沉的情感體驗世間的冷暖。我們明白，人生的意義在於不斷探索，不斷成長。在見天地、見眾生、見自己的過程中，實現與宇宙萬物的和諧共融，綻放出屬於自己的獨特光芒。讓我們懷揣着這份智慧，堅定地行走在人生的道路上，去書寫屬於自己的壯麗篇章，去擁抱那無盡的宇宙奧秘。好，今天的內容就分享到這裡，點讚關注逸軒，我們下期見。